这是我们营销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做的方案啊！我们调研了几千个目标客群，还淘汰了几十个。雷总，我们的时间都挺宝贵的。雷总直接切入主题。哎，好嘞。乘风破浪的女神节怎么样啊？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听就很有气势，令人心驰神往？看中哪一个啊？你要是决定不了，那我就每一个都帮你约出来谈谈。不用，我忙着开会。关总，管文。你们招商部对于营销部的这个方案有什么意见啊？哎，管文，你这不对呀！你开我们营销部的会，你注意力不集中啊！你们招商部当时要提档升级的时候，我们部门可是每个会都积极参加的。裴总，你可能是冤枉我了。我正在思考，怎么样提我的意见才能显得更柔和一点。我对于您的这个方案有3点想法，提出来供大家参考讨论。这是不变了吗？第一，既然定位是女神，你们选的这一款动漫 IP 可能不太合适。我之前在 TL 的时候听过他们的经销商对这款 IP 系列做过分析，他们主要的受众群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，而且有60%以上都是男性，所以我建议可以把这笔费用用在积分补贴和电影上，可能会带动更多有效的客流。第二，整场活动的装饰是以糖果色系，显得过于花哨了，不太像是女神节，更贴合儿童节的设定。我看过之前公关公司给你们发的几套方案，我个人认为里面有一套莫兰迪色系更合适，低饱和的颜色在夏季更能让人感受到宁静和平和。把公关部给的布置方案发给我看一下。第三，整个方案一直在强调视觉感受，还有明星活动。但是对于我们招商部而言，我们更希望了解到的是具体的新增客流，还有销售预估。比如说，你们这次活动到底邀请了多少 VIP 的客人？还有哪些品牌已经提出希望能够联动宣传？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招商部能帮你们做什么？刚才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你走神了。我是走神，没想到你还没心眼用啊！我又不是神。雷克森不是把他的方案附在会议邀请里了吗？我是提前看了，做了一点功课而已。怪不得。但是您这顿狠批，雷总那边会不会小心眼儿？位置还没做到高管上呢，就操心这些没用的。这是你该问的吗？阿达说的对，那我先去找大罗，看看阿姨这一类的合同签了没。去吧。雅克的提醒是有道理的，营销部和招商部是万历2个非常重要的部门，我希望你们之间的合作能够有效而顺畅。我做事向来对事不对人，更何况帮助雷克森提升他的方案效果，这是帮他的 KPI 做贡献啊！我相信他不会这么扯淡。你忘了自己是怎么离开 TL 的了？吃一堑长一智这句话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如果丁总喜欢你好我好，人际关系大过于做事，我也是能满足的。哎，你们家女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跟你说的那个小陈啊，可抢手了。像现在这么高质量的男生啊，很难找了。我女儿最近特别忙，没时间。哎呦，她都多大了，她自己没个数，你还不着急呀？哎，小王，这女人过了30啊，就显老了，再晚点，工作生活精力都不够了。我说你们家那2个，哎呀，真是啊，各有各的烦。你看看我啊，孙子孙女3个了，大
孙子明年都要上小学了，你不急啊？我急呀，可他不乐意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怎么没有办法啦？你是他妈呀，你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我就不信啊，他能扛得住。妈，哪儿不舒服啊？去看了吗？是不是血压又高了？吃药了吗？吃没吃药不知道，反正早上刚跳完广场舞嘛。你这都不舒服了，怎么还跳广场舞呢？大概就是跳广场舞的时候长的风。我最近啊，我一直是这样，老是晕。哎呀，我就是怕自己不要生什么病啊。那要不要我给你安排个全身体检？你好好查一查。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干嘛去浪费这个钱啊？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啊！你说原来吧，都是别人羡慕我儿女双全，现在就不是。你说隔壁那个张阿姨，那孙子都已经3个了，我呢，我连个辈分都没有往上升，你说羞不羞啊？想想自己都已经64岁的人了，我有时候经常在想，我不要你说一闭眼睡下去，第2天眼睛就再也睁不开来了。你说真的不知道，我这临走之前，我就是放心不下你。你连一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，你让妈怎么闭上眼？那不能，妈，要不这样，你看我一眼，你看能不能闭上？你自生自灭。妈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去相亲吗？你犯得上把我骗回来上演一出大戏吗？我没有骗你呀。你说之前妈给你发了那么多人的照片，你理过我吗？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你看不中的。我没有，不是你没有认真的去看。你说，哎，你加上人家的微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再跟人家联系，然后再说你约人家见不见面。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弄呢，你就给人家下判决书啊？那万一人家看不上我啊？那你最起码你努力呀，你努力了吗？如果你努力了，如果不行，那妈就算了。你没有努力。妈，这样，我可以努力，你帮我找2个，你不想当奶奶吗？哎，你滚！你说行不行啊？我还有事儿呢，我很忙，现在。你说我为什么命这么苦？你说，哎呀，我操劳了半辈子，你说我生了2个白眼狼，你说，哎，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，能不能满足啊？啊，妈，我可以去。哎呀，你滚呀！你行不行啊？你说行，我答应你，我去相这个亲。但是妈，您记住您刚才说过的话，万一人家看不上我，你可千万不要不放弃啊！我保证。妈，哎，回来了，哎呦，哎呀，你看你回家吃个饭，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？乱花钱呢。爸，这个是林浩给你们买的。他人呢？怎么没有一起回来啊？他单位上不是竞聘吗？所以在加班呢。啊，这是计划先佛，存了这个心思啊？你就是为他竞聘时来的？我问你，他表姨的事你就这么接过去了？他们家的事还没完呢，你就想着让我给他们找朋友，想得到美。好了。这都结婚是一家人了，难不成真要分个输赢对错呀？一家人，真要把我们当一家人，他就不会这么狮子大开口。我不是出不起这个钱，关键是没有他们家这么做事的。爸，你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林浩呢？他是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他认真的跟我道歉了，还有他表姨专门给我打电话也道歉了，说这个事情做的不对。你看。
我就说林浩是个懂事的孩子吧。哎呀，女儿这么傻，就是因为你这个当娘的太单纯。你，爸，你看我跟林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他是真的关心我，照顾我。当然了，他也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也应该体谅他，对不对？他一个外地人，一个人来大城市打拼，他有他的难处。他这么做不是为了他自己，是为了可以给我更好的生活。爸爸，你就帮帮他。老婆回来了，来，放心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鸭脖。怎么样啊？对了，咱爸怎么说？陈教授说他这几天特别忙，你的事儿估计要过几天再说。过几天啊？再过几天，竞聘都要结束了。哦，我去接个电话。这陈教授打招呼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还不是关心你呀、你一走他就打电话了。妈，这次一定要替我好好谢谢爸爸啊！啊，哎，你让林浩过几天来家里吃饭。放心吧，啊，拜拜。你都听到了？谢谢你，轩轩。哎，对了，我们过2天找机会去你爸爸那儿，好好谢谢爸爸。必须的。浩浩，你会一直对我这么好，不会离开我吧？又说什么傻话呀？人家就是担心你不要我了嘛。怎么可能？爱你。站直一点，我要录视频打卡了啊 ！Ready go！ 耶！太太，先生还回来吗？这菜还留吗？这样吧，李姐，你把我热一热放在饭盒里，谢谢。哦，来，小哲，快点，我们在最后努力的再录一遍，好不好？然后妈妈就带你洗澡睡觉了。来 ，Ready go！ 3、4。陈姐，下午的合同改完，赶紧发给我。陈姐，哎，这第3张表格的数字不对，要再核一下。陈姐，这么还没下班呢？哎呀，我的老伴娘啊，你总算来了。你快点和王总说说吧，我一做行政的，你这业务助理的活我真干不了啊。陈姐，饭我一会儿再吃，先把这个款合上。党参牛鞭汤，阿姨熬了1天了，趁热喝吧。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我呀，把小周都哄睡着了，这么晚看你还没回来，辛苦了，老公。做 PPT 呢。哎呀，你这样，就用右键，然后一拖，然后一松，不就好啦？是吧？可以啊你还会做 PPT 呢？哎，怎么？你认为你老婆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文盲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演戏之前正经是985大学毕业的呢。商场的体量和可租用面积，老公。啊，5万方，可租用面积3万方。 5万方，好不好？
这2天白天送完小哲之后，你有事吗？老公需要我，我当然责无旁贷了。我说怎么了？没事，给你倒点水啊。我估计呀，你就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，太累了。明天我让李姐给你炖点汤补一补。还有啊，新助理的事情要提上日程了。我这次帮你负责招聘工作吧。行吧，早点睡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妈这速度可真是惊人呢。哼哼，小文儿，一个完成。哎，我可是很诚心的，人家都看不上我。嗨，管文你好。没看我朋友圈啊？在吗？你真漂亮。什么？看到你妈发给张阿姨的那张生活照，你这么好看，怎么会到现在都没男朋友呢？啊，百密一疏啊。你在吗？这个位置我谈了2个品牌，目前都有意愿。继续啊。飞图在条件上空间大一点，但是他们爆店流程比较慢，需要6个月。利和倒是在开业上可以赶上我们需要的进度。是不是你哥哥找你有急事啊？他不用理一个相亲的。相亲？老大，您不是有男朋友了吗？只是打算再找个备胎。你说什么？我上次看到你，方亚克啊，娘死啊！我这也是关心老大嘛。是不是让你负责的区域你都谈好了？说说你的部分。喂，好。
丁总让我们一起去营销部开会。之前也没有遇到品牌方会这么抗拒，这没遇到过呀。商场做活动引客流，品牌配合提人气，这么好的合作共赢，他们为什么不开心？是呀，所以我让下面的人去问品牌了，说是没预算了。而且什么？管总您别误会了，我就转述一下，是1楼那4个大品牌啊，尤其是 TAR 说您之前答应他们帮助提升销售才没关店啊，现在还要自己配合活动，自己掏钱，没这道理啊。雷总，你不如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啊！你们活动谈不下来，是因为当时我们在挽留租户的时候给他们画了一个饼，所以他们现在不肯积极参加女神节。哎，不是我觉得，他们讲的。那您觉得当时我们该怎么样？让他们在万历自生自灭，然后把门关掉？我们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 KPI， 也请管总理解一下。招商从来没有跟品牌签订任何关于市场活动费用分担的协议。营销的锅这样甩给我们招商不合适吧？但是您之前那句会借助推广来提升销售这件事情，就已经让我们营销部很难做了呀。雷总应该从来没有跟品牌谈过业务吧？不知道什么是美好愿景，什么是落在纸上的实际承诺呢？够了！你们2个部门在这把责任吵清楚了，这问题就能解决吗？集团对万历每个月的租金增幅还有业绩都是有要求的。上个礼拜我们的目标已经落后了5%。女神节是我们第2季度去冲业绩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活动效果不如预期的话，那这个锅不是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部门主管可以背的，是万历来背。尤其对那些背着军令状和 KPI 的人来说。你来干嘛？找您有事儿。您开了一上午的会，我没有机会跟您说上话。但我也不觉得你在这堵我就是一个好的机会。您明明知道市场推广是雷克森的责任，你还当是小时候做错了事找班主任主持公道啊？我承认，雷克森他是一个油混子，但一个投资不大的活动不见效果，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在公司待了3年的老人来说，没有任何的影响。但对于你的后续招商呢，还有场内维稳呢？你那些1楼暂时不撤的牌子，可只答应你半年的化妆期。你不用觉得不公平，做好自己的事儿就是对你自己最大的公平。我知道了，我会跟那些牌子去沟通。婉文，学会收敛一下你自己的脾气。要不是上次你在雷克森面前那么怼他的话，他也不至于在品牌面前挑拨关系，把这个锅扣到你们招商的头上。你的意思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丽人，你在吗？你好，江州市第1人民医院。小秋，你怎么还锁门啊？没锁门，跑了吧？哎，你来公司是不是有事儿啊？你忘了昨天晚上跟你说过的，我约了陈姐，还商量给你找新助理的事情，顺便看看你。啊，对，啊，哎，那我跟你去找陈姐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，自己去。
欺人太甚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准备攒个局，把这几个牌子的 BD 约到一块儿，门一关放条狼狗，谁不同意参加活动别想走。这不犯法吧？你觉得呢？你还真相信啊？唉，我也就只能卖个脸，请他们吃个饭。饭局再找时机看能不能说动他们了。我觉得你这工作真的太不容易了。你这婚姻就容易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说你呢。你被林浩几句话哄回去就算了，你怎么还倒贴？不能让陈教授帮他找同事找朋友。我们俩这问题不都已经解决了吗？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好呀。之前发生的事儿就既往不咎了是吗？我说你这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毛病得怎么治啊？上一次医院住了1个礼拜，咬牙切齿说跟林家断绝关系，结果呢，林浩几朵破花你就点头原谅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这日子总要往下过呀。而且林浩他挺好的，你别总是对他意见这么大嘛。他如果真的对你好，真的心疼你，你就不会3天2头跟他闹不高兴了。哎，我真是懒得说你。行了，我得上楼了，还得给那几个 BD 老江湖打电话，敲一下晚上的饭局。走了。你是00年的？是的，刚毕业1年。那就换了3份工作了。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是那几个男老板骚扰我。职场性骚扰啊？明明是他们的问题，还怪我裙子太短。但我工作能力可是没问题的。你平时这么穿没有问题，但是上班的时候还是应该穿得得体一点。面试官们好，我叫刘展，毕业于上海商学院，主修的是经济管理专业。毕业几年了？今年刚毕业。那有相关的实践工作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但是我认为，作为老板的助理，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老板的眼睛和老板的手臂，所以我会把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全心全意的做好，然后公司的其他事情用我们自己最快的能力去适应，希望能够与贵公司合作。来嘛，马上要汇报了，正经点儿。一会儿开会悠着点啊。彭天罗总可是狠狠地把你参了一本，说你们万历自私自利，不顾集团情谊，夺走他们的目标品牌，导致他们调改失败，业绩和租金双向下滑，把自己涨租金的锅甩得真干净。